学们，大家好，我是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严向阳。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要学习一个新的模块，这个模块呢叫做工程出图模块。那在这个模块里面呢，我们将要学习到以下几个内容。第一呢，我们要学习一下基本视图的生成操作，包括呢主视图、辅视图、侧视图等等这些基本视图的生成方法。第二节呢，我们要学习一下各式各样的剖视图的生成操作，包括全剖视图、旋转剖视图、折叠剖视图等等这些视图的生成方法。第三节呢，我们将要对尺寸标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在第三节里面也会有一个简单的实例，让大家自己来操作一下。最后呢，我们会做一个综合的练习，在第四节里面，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对前面所学的知识做一个综合的汇总学习。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第21讲工程基本视图的生成操作。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生成工程基本视图的方法步骤有哪些。第一个呢，我们在之前呢学习过零件的草图、装配、建模等等各个模块。那在零件的3维模型创建好之后呢，现在我们需要切换到制图模块。在制图模块下呢，我们选择适当的图纸的大小，然后在这个图纸上面呢，我们来生成基本视图和投影视图。那么基本视图和投影视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主视图、侧视图等等这些视图。那我们也会根据需要呢，来添加一些剖视图、局部放大图以及轴测图等等。那在所有的视图都生成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对这些视图呢进行尺寸的标注，同时呢还有一些技术加工参数的注释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电脑，一起呢来学习一下基本视图的生成操作。好 ，NX 软件打开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在打开里面找到我们需要用到的案例文件。那我们是在第21讲的根目录下，大家可以找到 QBFL 这个文件，我们把它打开。好，零件打开好之后呢，大家可以在标题栏里面看到，当前呢是显示的是 NX9 建模，表示的呢我们当前是在建模模块，这是我们之前大家学习过的。现在呢我们需要切换到制图模块，我们可以在应用模块的标签页下面点击制图。同样的，大家现在也可以再观察一下标题栏里面的显示。标题栏呢，现在显示的是 NX9 制图，表示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制图模块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创建一张图纸。那我们可以在主页里面点击新建图纸。那么图纸的大小呢，我们可以根据零件的具体的尺寸以及每一个公司或者是厂家要求的不同来进行选择。当前呢，我们可以选择标准尺寸的 A3 图纸。那图纸的名称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个性化定制。当前呢，我们保持默认的 Sheet 1就可以了。那后面我们需要设置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设置选项卡里面的投影角视图进行一个选择。之前某些 NX 软件默认的呢是第3角投影，这些呢是欧美国家习惯使用的。那我们国内习惯使用的呢是第1角投影方法。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里选择为第1角投影方法。那在下面呢是有一个视图创建向导的命令。那这个命令呢我们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些视图呢我们都可以根据需求自己来添加，不需要使用设置向导。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设置向导的这个勾去掉。好，之后我们来点击确定。好，大家就可以看到呢，我们当前的这个图纸就已经生成了。那么生成的图纸在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在部件导航器，在资源版的部件导航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 Sheet 1，这是第一个图纸，它是活动的图纸。那么这个图纸的具体的信息在哪里呢？我们可以采用编辑图纸页信息来进行修正，或者是进行查看等等。